嚟到24年嘅年尾，25年嘅年頭啦，咁再一次喺度同大家強調一下喺美國要擁有醫療保險嘅重要性啊！同埋一旦大家咁唔好彩遇上工傷，我應該點樣做呢？我會借助無線節目東張西望嘅一集啦，前亞姐陳秀如慘遭美國職場欺凌，遇嚴重工傷意外仍被逼繼續開工，解釋一下㗎。如果類似嘅情況發生喺各位觀眾身上啊，大家又可以做啲乜嘢唔同嘅事，得到一個更好嘅結果呢？如果大家係冇睇過呢個影片嘅話啦，都建議大家先睇一睇嚇。喺呢一度咧，同大家做翻一個案情重組啊。根據影片入邊嘅街道圖同埋半遮掩嘅公司嘅名稱所示啦，喺2023年嘅4月10號，事主開始受聘於一間喺美國西岸華盛頓州 Mercer Island 營運嘅 Senior Living 長者嘅護老院，同埋根據影片所顯示嘅 job description， 佢所受僱嘅崗位咧係 cook 廚師。工作嘅範圍啦，就係喺主管同埋副主廚嘅監督，同埋喺確保食物同埋工作環境安全嘅情況之下，根據餐單去煮飯。而呢一個嘅職位咧，係一個非豁免，即係 non-exempt 嘅職位，亦即係我哋大家所謂嘅時薪工作。而根據影片提供嘅糧單同埋事主向勞工部去投訴嘅表格上顯示啦，佢每小時嘅時薪係美元25蚊。咁喺呢度咧，俾翻大家做一個參考。喺2025年嘅時候，華盛頓州最低嘅工資係每小時16個6毫6。然後到咗佢工作嘅第2個月，亦就係2023年嘅5月份，不幸嘅事情發生咗啦。佢嘅上司要求佢去冷藏庫度領取食材，但係由於入邊嘅食材搭得好高啊，佢又聲稱入邊係冇空間去放置一個嘅爬梯，所以佢就被逼將雙手舉高，然後慢慢嘅將嗰啲嘅食材推出嚟。以佢自己憶述，佢俾5磅嘅蛋糕同埋7磅嘅2個批擊中頭部、頸部受傷。當時佢仲以為自己冇事啦，繼續工作。但係10分鐘之後咧，就失去咗意識，被送咗去急症室。而當時急症室嘅醫生診斷佢嘅情況係扭傷同埋拉傷頸嘅肌肉。但事後佢慢慢感受到佢嘅左手偶爾係會失去知覺㗎。但係就算係咁嘅情況之下，佢放咗5日病假之後，仍然選擇翻去繼續工作。呢一件事一直拖到1個半月之後嘅7月14號，佢再忍受唔到呢種嘅痛楚，再去一次急症室。今次嘅醫生就幫佢照咗磁力共振，發現到佢嘅頸椎移位，神經線被擠壓出嚟。亦就係因為咁樣啦，令到佢嘅手會麻痹冇知覺。C5同 C7咧已經係冧咗紮住嘅神經線，所以我隻手咧係會麻痹冇知覺。最嚴重嘅時候，2隻手喐唔到，同埋條頸喐唔到之前。不過又就算係咁樣啦，呢間醫院寫嘅醫生紙上邊依然指出4日之後佢可以繼續翻去工作。然後個影片就話啦，佢本來第2年24年嘅2月嘅時候咧，佢可以接受手術噶。但係因為要等待佢嘅身體各項嘅指數合格，所以就再拖到去10月先做手術。亦即係話由23年嘅5月發生事故，到佢做手術嘅24年嘅10月，拖咗大概係1年半噶。而呢一個手術入邊，醫生攞出咗佢頸椎2個嘅關節位，然後幫佢鑲上金屬片去取代。不過由於神經線受損，未來係咪康復都未知之數。而又根據影片嘅旁述，呢個手術花費將近港幣100萬，而呢個嘅費用係由華盛頓州政府提供嘅勞工及工業部 L&I 嘅工傷保險去俾噶。嚟到呢一度啦，我都好希望事主咧佢可以盡快嘅康復啦，重回佢嘅正常嘅生活。不過啦，其實呢個影片入邊啦，無論係事主啦，定係嗰個嘅主持嘅描述啦，都有好多係同現實不符嘅地方噶。又喺缺乏其他嘅觀點嘅對比之下咧，其實我哋好難去辨別對錯噶。不過啦，我都好想以我對呢件事少少嘅了解啦，去分享一下我嘅睇法，同埋如果各位觀眾啦遇到類似嘅情況應該去點樣做呢？第一啦，片中嘅描述咧就係話佢係獲邀加入呢個護老院集團嘅餐飲部噶，係獲聘為副主廚，對上有2個嘅上司，對下有50個同事。但由於事主聲稱被安排無理嘅超時工作，每個星期工作55小時，所以佢就向管理層同埋政府嘅勞工部作出投訴。但係事後咧就俾管理層針對，將佢由原本嘅副主廚嘅位置降級為廚師 cook，
薪金係不變㗎。咁啊呢一度咧就係第一個嘅盲點啊。咁啊片中咪所顯示出嗰個嘅 job description 嘅。咁啊當然啦，都可能係呢個嘅電視台佢剪接時嘅出錯啦。不過咧上面就寫住佢受僱嘅崗位，由頭到尾都係廚師 cook。按道理佢嘅上司先係真正嘅副主廚，所以根本就冇被所謂嘅燉冬菇嘅事情發生。而如果大家係留意呢個嘅 job description 咧，其實上面根本就冇寫明要佢去攞呢啲嘅食材，又或者係喺呢個高處去提取一啲嘅寵物㗎。咁啊當然啦，你都可以係話佢係因為受到佢嘅上司嘅要求所執行嘅 other duties 呢啲嘅其他事務啦。但係上面都好清楚去寫明呢個嘅職位咧係要求佢確保嗰個廚房入邊咧嘅存貨係安全啦，同埋好 efficient 咁樣去存放一個好高效嘅存放㗎。咁所以如果佢有任何嘅問題，係需要馬上嘅同佢嘅總監去反映㗎。佢有冇主動咁樣做過呢？而假設啦，佢真係以為佢自己係副主廚啦，既然佢嘅下屬係有足足50位其他嘅同事，點解去攞食材呢啲咁體力勞動嘅事唔能夠俾其他人去做呢？我知道啦，各位華人咧，其實喺工作上面有一種嘅性格啦，就係即係你唔好怕蝕底啦，係嘛？明明唔係自己工作範圍嘅，都要硬住頭皮去做。咁但係咧，其實喺美國嘅職場入邊啦，每一份嘅工作咧，上面提到嘅要求咧寫出嚟咧，其實係有原因㗎。咁因為咧，其實佢都係要確保嗰個員工係有足夠嘅能力啦、體力啦，同埋一個嘅培訓啦，去做呢啲嘅要求㗎。咁例如咧喺呢個情況下，呢啲嘅高空取物嘅情況啦。個公司係一定有安排相關嘅員工係有啲職安健嘅培訓㗎，咁教下你點樣去借助嗰個爬梯啦，唔好彎低腰啦，去攞嘢等等。事主有冇接受過相關嘅培訓？呢一個又唔係佢嘅工作範圍入邊，唔好提到上到去法庭會有嘅法律爭拗啊。但係工作最首要嘅唔係其實就係大家嘅安全咩？而佢唔係喺影片入邊話向勞工部投訴過超時唔補水嘅。按照住片中嘅截圖啊。勞工部收到投訴嘅日期係8月17號，追討嘅工資咧係由4月到7月㗎，同佢所講到事後先俾管理層去針對嘅時間點咧係不符㗎。而如果啦超時不補水係個事實亦都可能係佢真係好熱愛呢份工作啦。畢竟如果我諗大家3個月嚟都收唔到補水你都應該會有唔同嘅反應啊。而我本住尋求事實嘅精神，我亦都上咗勞工部嘅網站睇一睇有冇投訴成立嘅案件。咁但係我輸入呢間公司個名啦，同埋所在嘅城市都冇揾到相關嘅案件，所以呢一度咧我就唔太清楚個來龍去脈啊嚇。而片頭啦，我咪講過佢係一個非豁免員工或者一個嘅時薪工作嘅。其實咧喺美國工作咧係分為豁免啦，同埋非豁免呢啲嘅勞工法嘅規定㗎。咁例如喺我哋加州啊，只要你嘅時薪係最低工資嘅而家我哋嘅每小時係16個半啦嘅2倍以下，亦即係話啦，每小時你揾到33蚊以下咧，咁你就係一個嘅非豁免員工。超時工作咧係會得到一定嘅補水㗎。喺聯邦嘅規定啦，一個星期工作超過40個鐘，每一日工作係超過8小時嘅。之後工作每一個鐘咧就會有1.5倍嘅時薪。而加州嘅規定咧就比較嚴格少少啦，就係無論你嗰個禮拜可唔可以做到40個鐘都好，每一日工作日咧，只要你超過8個鐘咧就會有補水噶啦，超過埋12個鐘咧就會有2倍嘅時薪。而相反嘅好似我同其他一啲嘅豁免嘅員工咁樣啦，薪金係可能會高少少嘅。咁但係正所謂咧，即係食得鹹魚抵得渴啊嘛。就算一個禮拜咧，我嘅工作係超過80個鐘嘅、90個鐘嘅嚇，咁其實咧按道理嚟講咧都係冇補水噶。咁呢一個咧就需要大家自己入職嘅時候好好了解啦。咁而如果咧各位嘅網友咧係一個非豁免嘅員工啦，有一個超時唔補水嘅情況發生咧，都請大家係一定要留低所有有力嘅證據。咁例如啦，你做廚房嘅工作，咁你通常都應該會打卡啦。你好驚老闆喺後邊做手腳，咁你可以影張相傳個證啦。咁亦都可以揾下你嘅同事做人證。而如果你係做文職嘅，咁應該都會有上司同你嘅電郵來往啊。如果真係有咩事上到法庭有咩嘅投訴，都好難話唔俾人接納㗎。然後第二點啦嚇，咁就係佢關於嗰個近100萬嘅港幣嘅醫療費用啦。咁佢又提到啦，嗰個嘅手術嘅費用咧係由勞工部提供嘅呢啲嘅工傷保險去俾啦。咁加州嘅朋友咧可能會對呢個嘅保險有少少陌生啦。咁喺加州咧，其實僱主咧係
自己去揀一個提供呢啲嘅工傷保險嘅私人公司㗎。咁啊，保費咧亦都係由僱主去獨立嘅承擔啦。咁但係咧喺華盛頓州咧，呢個嘅保險咧係由政府去提供，然後保費咧就由僱主同埋員工去共同承擔㗎。咁啊，而每一個嘅行業咧係都跟翻佢嗰個嘅行業嗰個嘅工作嘅風險啦，去要交嘅保費咧係會有少少嘅唔同㗎。咁啊，而正因為咧嗰個保險係由政府提供啊，所以其實咧佢批唔批呢個手術咧係同有冇發現嗰個僱主有不當之處咧係毫無關係㗎。咁所以咧其實事主提到 Aaron 要佢哋俾呢個陳述咧係完全錯誤㗎。咁啊，當然啦，我意思就唔係話呢個工傷發生咧，其實呢個僱主係冇責任啊。呢個咧就真係要如果有機會啦嚇，咁啊上到法庭咧先能夠可以講得一清二楚㗎。而事主亦都提到啦，手術過後佢需要買嘅藥物咧，工傷嘅保險咧係唔會俾呢個費用。嗱，喺呢一度咧，我諗大家應該都估到我會講一樣嘢啦，係嘛？咁就係咧個事主根本咧本身咧係冇買到醫療保險㗎。咁啊，呢間公司咧喺北加州另外一個嘅長者嘅護老院啦，而家係請緊同一個嘅崗位㗎。咁啊，呢度嘅寫嘅要求咧係同片中一樣啦，佢係寫明有醫療啦、眼科、牙科嘅保險，仲有401K 嘅退休計劃，福利都尚算可以啊。咁所以咧，我就唔係話太過明白點解佢會冇醫療保險啊？咁係咪因為佢自己覺得嗰個嘅保費比較貴咧嚇？畢竟咧，其實有好多嘅情況咧，有啲僱員咧係需要咧，即係俾翻少少部分嘅保費㗎，同嗰個僱主去分擔啦。咁所以會唔會因為咁樣佢拒絕接受呢個保險咧？咁而大家咧亦都可以睇一睇佢嘅糧單嚇。咁啊，2個禮拜人工係有2060蚊啦，到手係有1716蚊。咁啊，雖則我睇唔到上面嘅細項啦。但其實聯邦稅同埋 FICA 稅咧加埋上嚟咧就係差唔多呢個數目啦。咁所以咧我都幾乎係肯定咧佢係冇額外去俾醫療保險嘅保費。而事主都就嚟47歲啦，人到中年，之前又先後患上咗乳癌同埋皮膚癌，又從事廚師呢啲風險比較高嘅行業。就算你話保費再貴，甚至好似前一集我哋講過，保險公司係會拒絕批出嗰啲授權都好啦。但係冇醫療保險咧，都可以話係一個下下之策。而之前我哋講解過好多次嘅 Obamacare 啦，就算公司係有提供醫療保險嘅，有一種嘅情況之下咧，你都係可以去買 Obamacare，亦同時得到聯邦保費嘅補助。咁就係當公司提供嘅保險嗰個保費過高，又或者佢提供嘅保險咧係唔滿足 Obamacare 嘅要求啊。所以喺佢呢個情況，我哋假設佢係冇其他收入啊，以時薪25蚊嚟計啊，年薪大概就係52,000蚊，低於聯邦貧窮線嘅400%。喺呢個低收入之下咧，其實佢每年嘅保費咧，亦都係大概佢嘅收入嘅8%嘅啫。咁亦即係大概4000零蚊啦。咁啊，每個月都係俾緊350蚊左右。所以你話事主係咪真係唔能夠去俾咧嚇？點解呢個詞都要慳啦？係嘛？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咧，我就真係留翻俾各位觀眾自己去判斷。咁但係啦，擁有醫療保險與否咧，除咗影響到事主啦，佢最後要俾嘅費用之外咧，其實最重要咧，都係關乎到佢究竟一開始有冇接受好適當嘅治療啊。假如佢一直都係擁有醫療保險嘅，咁啊當日事故發生之後，就算嗰個急症室嘅醫生係診斷佢情況係冇大礙嘅，不論佢擁有嘅保險係 HMO PPO 都好啦，佢都理應係去徵詢一下自己嘅家庭醫生或者專科醫生嘅意見啦。畢竟佢都已經講啦，喺嗰個時候佢嘅手已經開始出現麻痹嘅狀況，然後就喺嗰個時候做晒所有嘅檢查，照晒 MRI， 發現嗰個情況嘅嚴重性，之後事情嘅發展可能會有少少嘅改變嘅，甚或至佢馬上揾到一個專門處理工傷賠償嘅律師甚或至佢哋係添埋一啲嘅醫生添啦，起碼可以寫到張醫生信等佢完全康復之後先恢復工作啦，甚或至可以得到一個賠償嘅金額，救埋佢下半世用都唔頂嘅。咁所以咧喺呢度咧都想同大家做翻個總結啦嚇。咁呢一件事咧都算係一個悲劇嚟嘅。咁當然會有網友就話個事主咧其實係賣慘啦，去博同情啦，去嘩眾取寵啦。畢竟佢係個藝人啊嘛。甚或至咧會係話配合呢個國家嘅大外宣嘅機器啦等等唔同嘅指控。咁但係咧其實我就淨係想借呢個嘅案例咧，等大家去清楚一下我哋美國工作需要注意嘅地方嘅啫。咁第一啦，當然就係好好了解一下你自己，即係請你翻嚟嘅時候嗰個工作嘅崗位啦。你知道有啲咩係應該做嘅，有啲咩係唔應該做嘅。
第二啦，咁就係要好好清楚嗰個嘅職安健嘅重要啊，即係無論你係請你翻嚟做文職嘅，定係做一啲有危險性嘅工作都好啊，都係要注意自己嘅安全。第三啊，為咗自己嘅身體又好，銀包又好啦，購買不可缺少嘅醫療保險好重要啦，之前講過。同埋第四啦，身體任何地方發生過警號嘅，唔該你及時嘅就醫。同埋最尾啦，其實喺適當嘅時候去揾呢啲嘅法律啦，或者係政府部門嘅協助咧，真係都好重要嚇。畢竟啦，凡事只係懂得去怨天尤人咧，其實到頭嚟咧都係無補於事噶。而其實咧呢個新聞咧出嚟嘅時候咧，我就真係冇打算去討論㗎。不過咧，每年嘅年尾咧，認識我嘅朋友都知道其實我做咗啲乜嘢啦嚇。咁我呢幾個禮拜咧就同呢啲無證移民去爭嘢做啊，咁去超級市場度執貨啊，順便去解下我哋而家美國嘅呢個物流嘅危機。咁啊，今年咧都毫不例外㗎。每年呢個嘅時間咧，零售界都會有人手短缺嘅問題。而正所謂重賞之下就必有勇夫啊！作為知識分子嘅我咧，亦都係會甘願去放低呢個筆桿啊，唔係正確嚟講咧係 keyboard 嚇，咁啊去做呢啲嘅勇夫係嘛，去做呢啲嘅勞動嘅工作。咁啊前幾日咧就去咗個鋪頭度補貨啦嚇，咁嗰個經理咧就帶咗我去後倉，咁啊抌低我咧就係等我自己去揾我自己要揾嗰個貨物啦係嘛，咁啊就走開咗啦。咁啊其實畢竟咧而家我之前咪講過零售界嗰個嘅情況係非常之嚴峻嘅，咁啊成個鋪頭咧其實就得2-3個員工嘅啫啊，連嗰個經理咧都要去前台度去收銀啊，咁啊就根本就冇乜心機咧就去同我哋啲人咧就有過多嘅交着㗎，咁所以咧我就唔係話怪佢啊。咁但係咧，其實嗰個情景咧，其實就好似嗰個事主個情況差唔多嘅嚇。咁啊，所有嘅紙箱咧都搭得好高啦嚇，又亂七八糟㗎。然後你又唔知道邊一個嘅紙箱入邊先係真正藏住你想要揾到嘅嗰種產品。咁啊，畢竟啦，紙箱上邊咧就冇嗰個公司嘅標籤，而嗰啲嘅員工收到嘅時候咧又唔會寫清楚嘅。咁所以如果你係我嘅話，你又會點做咧？咁當然啦，你話我做得耐咗啦，咁我就知道其實佢門口隔離咧都會有啲嘅梯啦嚇，即係你嘅短梯啦，即係嗰啲得有幾級嘅鋁梯啊。咁啊，起碼咧就等你行到去同嗰個貨物一樣咁高嘅高度啦，係嘛？畢竟其實就唔係每個人都有6尺高噶嘛，係咪？而且咧，其實你話做多咗咧，你就會即係熟能生巧噶啦嚇。即係起碼今次我放嗰啲貨咧，都唔係話啲冷藏嘅貨物啦，即係唔使入去雪房啊，個地下亦都唔會濕滑滑嘅。咁啊，今年咧我最嚴重嘅所謂工傷啦，都係俾啲紙箱界咗唔知無數咁多下啦，成隻手損晒啊，又唔記得戴手套入去。不過啦，無論如何啦，其實即係勞動階層咧嚇，或者你做藍領咧，其實賺嘅錢咧真係辛苦錢嚟嘅。OK，咁啊喺呢一度咧，我都係要俾翻個心大家嚇。咁啊，不過啦，其實都真係希望各位啦，無論你係做勞動階層，無論做白領、藍領啊，咩都好啦，文職都好啦嚇。咁其實都係要留意一下你自己嘅工作安全。你話金錢固然係重要啦嚇，但係冇咗健康、冇咗生命啊，咁會點啊？咁啊，當然就係唔能夠再揾更多嘅金錢啦，係咪？咁啊，所以咧，影片嚟到呢一度咧嚇，再一次嘅呼籲各位啊，如果你係冇醫療保險嘅，請你快啲喺1月之前咧嚇，盡快登記啦。咁啊，都希望如果你中意我哋今日嘅分享啦，都可以 like、subscribe、share 同埋 comment 啦。咁啊喺呢一度咧，都祝願各位喺新嘅一年咧有新嘅氣象啊，新年進步，新年快樂。我哋就下一集再見啦，拜拜。